我这样的台湾人，我们这样的台湾史，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因为在我的时代是只有中国才值得研究嘛，难道我没有意义吗？台湾史没有意义吗？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台湾历史一直是许多人关心却又充满争议的议题，从课本的版本之争到不同政治立场对于历史的诠释，总是会在网络上面爆发激烈的笔战。那台湾的历史到底该怎么看？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台湾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台湾史的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吴密察教授一起来聊聊。那吴密察教授强在哪里呢？首先，吴教授是台湾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在解严后不到3年，就在台大开设了台湾近代史，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创新且划时代的课程。再来呢，吴教授除了在台大当教授之外，也在东京大学担任过研究员，学术的视野横跨了国际。而且吴教授曾经担任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国史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推动了许多台湾历史的研究、展览与出版计划，影响深远。最近吴教授更是整理了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与观察，写了一本全新的重量级专书《台湾史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跟吴密察教授一起来聊聊台湾史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了解台湾史，以及出现了台湾史之后，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是否真的被改变了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手机、电脑已经储存空间不够，但不想要买新机升级容量，也不想要买云端空间吗？现在其实你还有第3个选择那就是 MiniMax 随身固态硬碟。这颗 MiniMax 只有23公克，尺寸轻巧，但容量可不小。它最高有2TB 的额外空间，换算下来最多可以容纳40万张照片，为你轻松的解决容量不足的困扰。再来，硬碟有高效的传输设计，搭配内建低音散热风扇，让你在传档案时不用担心过热导致传输的速度下降。除此之外MiniMax 还有额外的 Type-C 扩充槽，所以就算是一边连接硬碟，也能够一边充电，外接麦克风或补光灯都没有问题哦。现在嘖超早鸟优惠当中，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了解更多的资讯吧。那请教授先跟我们的观众简单的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吴密察。那今天除了我们之外呢，还会有曾经在这个高中当过历史老师的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教授，其实你研究台湾史已经蛮多年了，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历史事件或是观念是大部分的台湾人可能会长期误解的？因为其实台湾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政治性的利用的。蒋介石在中国输了嘛，退守台湾嘛。终于有一天还要打回去嘛，那所以郑成功退守台湾，然后要反清复明，这个是可以这样联想的。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郑成功研究其实背后有一点就是在隐喻这个国民党的退守台湾，也就是因为这样，跟从19世纪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是完全相关的。第一个是被西洋侵略，第二个就是早期叫做驱逐鞑虏恢复中啊，对不对？那好了，这2个想法都可以投射在郑成功的身上。所以他的故事才会流传的那么远。但刚刚教授有说，我们对于郑成功的印象，其实是我们对他有一种误解或是一种扭曲的印象在里面。那哪些是误解，哪些是真实呢？第一个，我们必须把郑成功放回到他的时代，就必须去说他凭什么有那么大的势力？凭的是他做海上贸易，那这个我们以前不太去重视他不是自己打出来的。用现在你们喜欢讲的话，就是他是富2代，是他爸爸打出来的天下。他爸爸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明朝政府本来是采取这个海禁政策，不让这个民间下海通商的。但是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他们那一批人违禁下海，然后就在海上做起生意来。好了，那做起生意，如果这个生意在海上的生意是没有一个公平有效的仲裁者，那就会是有办法和平做生意就和平做生意，没有办法就看谁的拳头大嘛。那他的船队大，他的武力大，
所以他在做生意上面就可以大把一点了。那郑成功就是这样接受他爸爸的这一种一商一道的海商集团的势力，这是第一个误解。也就是说他是凭什么那么大？第二个误解是他要反清复明。对于他来说，清朝一直从北边南下要吃掉他的根据地福建，他当然要抵抗啊，所以反清是一定的。但是不是要复明就很难说了，他不一定要回到明啊，回到明之后他还是被管的，他要快让假清啊。他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地盘。好了，另外一个说他为什么要奉南明正朔，即使到台湾来了对，永历皇帝都死了为什么他要奉永历的这一个正朔？第一个，来到台湾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明朝的宗室，就是宁靖王朱树贵，但是他不喜欢朱树贵的话，怎么办呢？是要压制他的意思吗？所以我用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来说，台湾的王庭上有一个龙椅，郑成功不让朱树贵去做龙椅，怎么办呢？把永历的牌位放在那里，龙椅上有一个神主牌在那里，他就变成镇国大将军，谁都管不了他。所以他是反清是没错，是不是要复明很难说。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误解，是我们以前很强调这个郑成功就是对抗，可是他的这个对抗的背后，其实我们更应该理解的是他当时候的商业势力，跟他当时候到底为什么在那样的政治局势下选择这些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利。对，就在我们读历史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把他商人的这个角色强调了那么多。那以前我们常常把这些历史人物神圣化了。尤其我们用了一种词汇叫做民族英雄，都好像是为了某个大义，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他现在要被我们记住跟歌颂。那我很好奇，我想问志祺，像刚刚说的这些东西，你觉得你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有读到吗？好像真的没有。我记得郑成功反清复明有，然后他是海盗的这个身份也有，但是把他跟在台湾的这些势力的这些探讨的话就没有。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台湾史其实真的老实说不长嘛，然后这个真的应该是一个很少的段落了。志祺以前读台湾史的时候，台湾史已经是独立成册了吗？已经是独立成册的，因为我是9年一贯的第2届。那个时候台湾史独立成册是不是也有发生过蛮大的争议？当然很大的争议。其实全世界的历史教科书都有争议，都有争议，因为它牵涉到一些史观嘛。对，然后还牵涉到以谁为中心来写历史，就要去顾虑到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族群在历史里面的分量跟角度。那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这个历史教科书要怎么写而讨论，所以我们不能避免会有这种讨论。我觉得其实台湾在这一点上面，或许大家会觉得，哎呀，怎么常常吵呢？其实跟外国比起来还可以还不算太吵了。对。但我有一点好奇，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把台湾史独立出来会有争议呢？这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以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来做所有的事情，尤其在文化教育的领域里面。刚才我们说嘛，这个中华民族是20世纪的发明嘛，这一种概念被发明出来之后，就用100年的时间，透过国民教育，甚至于还有所谓的社会教育，努力的在推这个吧。但是其实它是建立在某一些政治的目的、某一些前提跟假设的基础上的嘛。所以如果你把它拿到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讨论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破绽。譬如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汉满蒙回藏都是中华民族，那我们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汉以外满曾经成立满洲国，蒙也去成立了国，回你发现现在的新疆地区也是中国的大问题，藏一样有独立运动。所以你如果这样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方面就用各种办法在努力把大家绑在一起，同时是大家各自的想要挣脱出去。
那关于课纲，最近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争议，就是中国史改成了所谓的东亚与中国史啊，以前中国史的框架来认识中国，跟现在以东亚与中国的框架来认识中国，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很大的不一样。历史一定有一个单位，空间的单位，另外有一个时间的单位。把台湾当成一个单位来讲，跟把中国当成一个单位来讲，那是不一样的。那时间的单位，你以10年为一个单位，或者以100年做一个单位，那就会不一样。当你的单位取得小的时候，很多小问题就会被你写进去。你单位取得大的时候，很多小问题你就写不进去，你就没有看到它了。单位是很重要的。另外的还有所谓的 perspective 的问题，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讲历史嘛。我们读传统的历史，常常就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嘛。那所以有一个什么叫做朱一贵事件，然后写到最后，终于把这个叛乱给平定了嘛。这一句话不知不觉间就是什么？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嘛，就是终于把它平定了嘛。你如果站在朱一贵的立场，很可惜，朱一贵的起义被消灭了嘛。你会发现这正好相反。这个让我想到，就是网络上面很多人会说，历史在很多时候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然后他们就会担心说，可能台湾史会不会有一些，例如说被扭曲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确保我们学到的是所谓真正的历史？那怎么样又算是被扭曲？这个第一个，历史没有像以前那样有一个所谓定论，也就是说，现在历史没有定冠词，不是加惹的，而是 J 的，是一种历史。然后也可以有第二种历史，第3个版本的历史，它是可以平行存在的，它可以平行存在。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第一个就是事实的基础上面，有一些一个一个的 fact， 一个一个的事实，透过连接这些事实，这些连接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逻辑嘛。然后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足以去说明你的问题的一套论述。这个叫做历史。我举一个可能有一点有失庄重的例子。我常常跟学生说，你们这些小女生要注意，当一个小男生非常积极的要把他的过去讲给你听的时候，你就要小心。我想你们都听懂，就是这个小男生对那个小女生有一点意思。好了，这个小男生为什么要这样讲自己的过去给他听呢？就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把自己的过去说给别人听，有助于别人了解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今天只有2个钟头，所以这个小男生会讲一个2个钟头的版本，有一个下午他会讲一个下午的版本。那请问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没有办法分辨。但是它里面不可以有虚伪的，那个点要真实存在。对，至于说这是真的，他选取了哪些？因为这个选取可能来自于当时的情境，他必须选取一些，然后把它连续起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说法。这个有意义的说法，在这个场合、这个历史里面来说，就是我要说明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因为这些叙事它是服务于某一个情境里面。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去执着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东西是被扭曲的，而是我们应该要从这些叙事里面去判断说，那现在的这样的叙事要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跟角色服务。那你看清楚了之后，你的大局观会突然拉开来。对，好好玩呢，这很好玩。为什么以前历史没有教这种东西啊？以前对我来说，历史就是一个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只想要把它摆在那边，然后我去读我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传统的历史教育讲了太多的事实，而且那些事实又叫我们考试。因为它是服务成为一个标准的国民嘛。对。如果你不是这样，你不必讲那么多的事实，但是把事情讲得像刚才说的有趣，不会睡着。然后教孩子知道，哎呀，我靠着这一个事实，我可以连组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有意义的论述，这才对啊。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会的。我曾跟您这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说，你讲你自己的历史，我说你回去找你爸爸妈妈，从你出生开始找10张照片，然后贴起来，从出生满月开始，像告别式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境，就连起来，那不是就是你的历史了吗？我觉得我们把历史变成了这一个非常多的资讯，但是没有把这些资讯，没有把这些 data 变成一个 discourse， 这是我们的问题。老师在这次的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台湾文化不是自古就有，而是被创造出来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先说什么叫做文化？文化，真的没有办法定义啊。不过没关系，很多词汇其实我们都是建立在好像彼此都知道，有一点默契就好。对，但是彼此讲不出来，更何况在文化的前面还加了一个台湾，那台湾文化又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大哉问，你知道吗？文化这个东西有一些是像刚才说的，是符码的，就是语言的，有一些是象征的。那有一些其实是很具体的物，庙嘛，那就很具体嘛，那音乐嘛，问题是什么是台湾的音乐？我就要问你们还听那种叫做郭金花吗？很少，但知道小巴掌。对。但是曾经有一度，郭金花是大家认为那就是台湾歌，所以我们认知的这个台湾文化，它是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它会改变的。这就跟刚刚在讲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历史有点像，对，就是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动态的。但一旦我们想要在一个动态的当中取一个固定的，你要么你只把条件设得很多，例如说我要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指定地点有一个这样的事，但其实它就是在流动，你不用特意去追逐这个答案。对，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叫做所谓台湾的，如果我们讲所谓的中国的一样啊，我们小时候还有人在唱白光的歌，什么苏州河畔，对不对？然后呢，讲了很多所谓家国的感情的，这是2个脉络。但是这2个脉络，你有没有发现到现在这2个脉络渐渐的分不太出来了？那所以你说台湾文化是什么？台湾文化它会动的，它会变的。但是当一开始的去把它所谓的定义出来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参照项。譬如说，你说什么台湾文化一定是有台湾特色的文化嘛？那什么叫台湾特色？你讲不出来的。除非你有一个 other， 要不然你说你有什么特性，一下子你很难回答。但是你会说我跟我的弟弟比的时候，我比较开朗，在这样的时候，你的比较开朗这件事情就变成你的特性。那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是台湾特色，那就台湾特色。所以如果你去看40年代初期的民俗台湾，民俗台湾有很多的插画，那些插画一看，哎呦，这是台湾，为什么？用竹子编的小板凳优格啦，竹子做的然后呢，水牛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变成我们的特色？因为从日本来看，这个很台湾，这些东西就变成那个时代我们的特色。但是那个是农业时代哦，譬如说你们现在要跟外国人讲你们台湾什么小吃夜市，就是一定是在这样的一种比较里面出来的。那另外，我对于台湾还有一个蛮有好奇的问题，就是因为像刚刚教授有讲到，其实大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不同，其实会在台湾内部也形塑出不一样的认同嘛。可能是他认同的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可能是以台湾为认同的这一派。那这样子论述的对立，教授会怎么看？我觉得这一直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嘛。在40年前，这个时候就是中华民国啊。那现在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总统，不论他是哪一党的总统，几个名词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脉络里面用啊？中华民国也在用啊，中华民国台湾也在用啊，台湾中华民国也在用啊，不是吗？台湾也在用啊，这些东西是有脉络的，而且这个脉络就是我们几十年来。大家多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又都可以谈出来，这个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很欣慰的事情以前那是不行的，只有一个可以，其他都不可以。
现在是反正都可以，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讲这50年的台湾史，这是台湾50年来历史里面最大的成就。那最后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好奇，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实用性问题啊哈，就有人就在讲说啊，你去学一个什么世界史啊，学个中国史会比较有用嘛，因为你可以跟外国人来讲，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如果变成一个样，参教上要比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台湾史这个格局太小了吧？教授你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说，研究天文学的、研究宇宙的人，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研究很小的分子的质子的人，也可能得诺贝尔奖。所以他没有大或是小的问题，你做得好或是不好的问题。哦，直接跳脱，就是你评比的这个维度错了。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用很功利的方式来说，你要去做一个外国的历史，你要做到世界顶尖很难，但是你要做台湾的历史做到世界顶尖，相对的来说比较容易。但是这个顶尖是要是什么？你有办法用台湾的历史研究跟世界别的地方的历史研究可以对话。你要到国际的场合里面谈像殖民主义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你有办法用台湾的例子跟他讲，然后他用他们的例子讲，但是大家共同的关心就是要讨论殖民主义，那就对了。但刚刚教授比较讲的是这个学术界的实用性，但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他们学习台湾史对于他们来讲，对于他们自己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第一个，刚才我们讲了，历史有一种最简单的，而且也最抚慰人心的特性是什么？把它当故事，人喜欢听故事，然后呢，讲自己家的历史。所以这个是就是马上可以抚慰人心的那种历史。再接上来的一个层次就是什么？要了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另外一种历史。另外就刚才我说的，人家到另外一个层次要去谈世界的比较啊，一些大家的共同的课题。譬如说这个殖民主义，譬如说民族主义这种共同的课题，所以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层次，每一个人才性不一样，一般人不必去跟人家谈什么民族主义啊，什么殖民主义啊，但是他总是要知道我们家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太多层次啊，大家各取所需嘛。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跟我们观众做分享的？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很重要，要有阅读的习惯，但是不要想书给你定论，而是透过跟书的对话，让书对你有启发，这个才是重要的。最后教授也要介绍一下你这次出的新书主要在讲些什么吗？那我这个书其实一方面是要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想去知道，我号称台湾人，那我们像我这种台湾人的台湾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是，那我这样的台湾人，我们这样的台湾史，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因为在我的时代是只有中国才值得读，才值得研究嘛？难道我没有意义吗？台湾史没有意义吗？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来的，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就是说，你要什么，那你就去阅读，但是你研究追寻的时候，你必须有开放的心胸，然后有科学的精神。那当然了，像我后来就变成了以研究历史为业，那所以我感觉很高兴。一开始的时候，我为了解决我的问题，后来我竟然可以用这样赚钱。也不是说赚钱，没有赚钱，但是至少每一个月不愁吃穿，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心情，面对自己的兴趣很好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吴育达教授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不要把它分享出去，或是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拜拜，拜拜。